血天大陆的强者之战彻底打响，碧影转轮王棋逢对手，银甲道友落败脱身，血煞镜直接陨落七窍王之手。韩立在这场乱局中竟意外收获仙剑秘术，这波血赚还是暗藏危机。咱们书接上回，韩立与文星凤心中虽感诧异，但毕竟都经历过大风大浪，二人相视一眼后便从容自高空落下，径直行至碧影近旁。是金虫王与飞雕则一掠而逝，引入他们袖中不见踪影。碧影抬头望来，面露笑容，说到自己先前上有几分担忧，见二人抵达，便彻底放下心来。文星凤微蹙黛眉，询问眼前情形。碧影解释称，他与转轮王略一交手，发觉双方功法相互克制，若不决出生死，便难分胜负，因而约定以棋局定输赢。他还补充道，倘若其他人先行分出胜负，这局棋也无需下到最后。对面转轮王所画的中年男子抬起眼，血瞳幽光一闪，向韩立沉声问起是否是他斩杀了凶司王。韩立神色镇定，坦然承认，并反问对方是否意欲报仇。转轮王却淡然回应，既是在1对1较量中落败身亡，便是凶司王自身实力不济，与自己无关。碧影在棋盘上落下一子，随之含笑问道，既然韩立已斩杀凶司王，文星凤又逼得佛骨王逃离山峰，这两局应算作己方获胜，询问转轮王是否有异议。转轮王目光微敛，扫了碧影一眼，缓缓答道，前两局既已落败便作罢，但既然眼前3人皆至，便不能再任他们离开，扰乱其他战局，需留在此处，直至另外2座山峰分出胜负。碧影略作沉吟，竟一口应允下来。韩立与文星凤本是受碧影之邀参战，虽不解他为何如此爽快答应，却也未提出异议，只静立一旁不再言语。对面佛骨王目中2团绿焰闪动几下的看了韩立2人一眼后，同样的默不作声。转轮王一听碧影答应下此事，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再次低手的研究身前的棋局来，好一会儿后才在棋盘上下了一子。碧影一见对方此手，当即脸色一凝，低手的望着棋局沉思起来。韩立见此情形，颇有几分兴趣的也望向了棋盘，结果他才仔细推算了几眼，就有几分骇然的摇摇头。虽然他的棋力平平常常，但还是一眼就看出眼前棋局之复杂，绝对惊人之极，根本不是他可以推算的。碧影和这位转轮王的棋力之强，绝对是其生平仅见的2人，怪不得2人都这般有信心，要用此棋来决定如此重要的一局胜负了。韩立想到这里，不禁看了旁边的文星凤一眼，只见此女同样美眸金光流转的看着棋盘之上，但是黛眉微微皱起，此女的棋力似乎也不同一般。韩立心中不禁苦笑起来。就这般，碧影2人就在石桌前每一步都思量许久后，才会下出一子去。转眼间就过去了小半时辰，一侧远处忽然传来一声轰隆隆的巨响，最右边山头上的2层光幕一闪的溃散而灭，从中一下飞出2人来，一前一后追逐的向韩立等人所在中锋激射而来。雷道友竟然败掉了！文星凤目光一瞥的看清楚前面飞射而来的人后，玉容不禁微微一变。韩立目光一凝的也扫了一眼，只见前边那人一身银灿灿的甲衣，赫然已经变得千疮百孔，并且半边身躯赫然血肉模糊一片，还有数枚漆黑如墨的怪异鬼头死死地咬在裸露出的血肉之上，脸色更是苍白异常。后面紧追之人却是一名异常貌美的娇艳少女，16、17岁模样，身披一件紫色霞衣，但被上百颗怪异鬼头簇拥着，阴风阵阵的一路紧追不舍。几个闪动后，2人就一前一后的到了韩立等人所在的山头上空，一见下方碧影等人，情形也是一怔。但是银甲男子马上反应过来的一落而下，娇艳少女却眨了眨美目后，也毫不迟疑的一飘而下。簇拥此女的那些鬼头一阵模糊后，则泡影般的凭空消失了。碧影和转轮王的这一盘棋下了如此之久，竟还不见丝毫结束迹象。碧影抬头望向银甲男子，关切地询问其状况。银甲男子苦笑着表示自己并无大碍，只是对手神通过于诡异，虽以全力相搏，仍逊色一筹，不得不破开光幕脱身。碧影温言安抚，称韩立与文星凤已先胜2局，因思石王本就修为参差，本就不求全胜，眼下疗伤最为紧要。得知此讯，银甲男子面露诧异地看了韩立2人一眼，称此为意外之喜，随即在旁盘膝坐下，周身银光大作，电弧缭绕，将身形完全笼罩。另一边，转轮王所画的中年男子与娇艳少女传音交谈片刻，了解战况后，面上笑意更浓。碧影转向他，重申约定，既然对方已拿下一局，银甲男子与娇艳少女也需留在峰顶，不得干扰最后一处战局。转轮王从容应允，随即提及最后一座山峰的参战者是七窍王，其神通在10王中位列前3，霸道异常，即便自己也有所不及，落败者恐怕性命难保。碧影闻言神色微动，随即恢复平静，表示七窍王纵然强大，己方的血煞亦是世间前10的强者，胜负尚未可知。转轮王听罢哈哈一笑，不再多言，2人遂将注意力转回棋局。时间悄然流逝，这一次竟等了1日1夜，久候未果，连韩立心中也不免生出几分疑虑。
而更令他无奈的是，碧影与转轮王的这盘棋下了如此之久，竟仍未见分晓。现在二人每下一步，几乎都要花费比先前多上数倍的时间。正当韩立以为此情形还要持续大半日的时候，手中拿着一枚棋子，正打算放入棋盘的碧影忽然神色一变，蓦然抬手向最后一座山峰方向望去。韩立心中一动，神念同样朝那边一扫而去。只见最后一座山峰上的光幕一闪而灭，从中徐徐飞出一名半人半蝎的怪物。此怪物上半截是壮年男子模样，下半截是黑红色的巨蟹身躯，一手抓着一口泛起一圈圈黑波的怪剑，一手提着一颗比常人缩小数倍的干瘪头颅。那头颅双目紧闭，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表情，仿佛直到被斩下前还无法相信自己会大败而亡的事情。虽然头颅变得如同木乃伊般的枯瘦，但韩立还是一眼就看出其面容赫然是先前和他们一同出发的血煞。这位血天大陆赫赫有名的强者，竟然真在和鬼王1对1决战中被直接斩杀掉了。不止韩立和碧影看到这一切，文星凤和银甲男子自然也同样看清楚了怪物手中提着的头颅，脸色一下变得异常难看起来。那怪物几个闪动间，便面无表情地出现在峰顶上空，身形一顿，悬停不动，并未落下。转轮王所画的中年男子见状，嘿嘿一笑，说道：“看来终究是七窍王胜了一筹，不过能在其手下坚持如此之久才被斩杀，足见对方也是非同寻常之辈。”碧影沉吟片刻，面无表情地承认未曾料到血煞竟会落败陨落，却也指出此次强者之战胜者并非对方。中年男子推开身前棋盘，坦然认输，称纵然七窍王得胜，双方以2胜3败告终，是己方略处下风。碧影双目微眯，追问先前协议。转轮王轻笑一声，表示愿依约只取小世界4成资源，剩余6成归于对方，但若对此结果不满，亦可再战，以定此界真正归属。碧影目光闪动，淡淡回道：“不必再战，能得6成资源已足，为折损血煞道友，实为失策。”中年男子则打了个哈欠，称到了他们这般境界，谁无保命手段？参战者既敢前来，必已做好万全准备，是否当真陨落，尚且两说。碧影神色稍缓，点头称是，又略表遗憾，未能与对方真正交手切磋，盼日后还有机会。转轮王却转而深深望向韩立，说到自己倒更期待与韩道友一战，能斩杀凶司王，令其无路可逃。可见韩立神通恐不在七窍王之下。韩立打个哈哈，谦称只是侥幸，当不起如此盛赞。既已分出胜负，转轮王起身告辞，言明将即刻安排让出小世界相应区域。碧影等人目送4名鬼王飞离山峰，没入远处白骨山中。古山随即黑气翻涌，朝鬼域深处飞去。碧影长叹一声，起身说道：“这些鬼王看来确欲守约，如此也好，自己备下的后手便无需发动。此战已折损血煞道友，若再有伤亡，便真是得不偿失。”文星凤面露异色，问起血煞是否当真陨落，以其血道神通之强，纵使不敌，也应有自保之力。更传闻他修炼有一具与本体容貌、实力皆相仿的化身。碧影闻言略感意外，沉吟后叹息承认，陨落的并非血煞本体，而是其一具祭炼万年的化身。原来血煞先前探险时元气大伤，才遣化身前来参战，如今化身被毁，自己也不知该如何向这位老友交代。银甲男子此时已收起深州电弧，起身宽慰道：“化身被毁，总比本体陨落好上千百倍，相信稍作补偿便可安抚。”他气色已恢复不少，只是肩上仍咬着几颗黑色鬼头。碧影关切询问其伤势，银甲男子苦笑称：“这几颗魔头需回去以本命真火炼化方能取下，只是此战折损了几件保命至宝，实在可惜。”韩立好奇问起对手神通，银甲男子解释那女子驱使的鬼影秘术诡异难缠，鬼影无形无质，更能附身令其虚化，免受一切伤害，自己用尽手段也无法破解，只得认败退走。文星凤温声安慰，称冥界功法却有独到之处，初次应对这等神通，落败也情有可原。银甲男子摇摇头，不再多言。胜负已定，碧影招呼众人不必久留，即刻返回据点，静观鬼物是否依约行事。他收起身前棋盘，率先腾空而起，众人随之离去。其他人自然紧跟的飞遁而起。1个月后，一座极为隐秘的湖泊处，看似平静如镜的碧绿湖面蓦然一分，一艘黑色巨舟从中激射而出，几个闪动后就出现在了天边尽头处，在一个模糊后，则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黑色巨舟上，一只只全副武装的高大傀儡在船舷两侧来回巡视着。而在巨舟深层，一间布下层层静置的密室中，韩立盘正盘坐在一块蒲团上，手中捧着一块淡银色玉简，正沉吟不语着。就在强者之战结束不久，他跟着一同返回商盟总部所在的藏经阁处，碧影终于如约的将一门仙家秘术交到了其手中。这门叫元刚照的仙界秘术，是他听过对方大概介绍后才最终选出来的。
相比其他几门攻击性的仙家秘术，韩立自问有范圣神通和玄天斩灵剑在手，并不缺乏攻击手段。倒是这元罡罩听起来名字简单，实际上却是一种操纵天地元气形成防御的特殊法诀。虽然不知道其威能到底如何，但既然是仙界秘术，肯定有其独到之处。韩立目光一闪，将手中玉简一托，一根手指冲其一点，顿时玉简嗡鸣声一响，一枚枚经文从中一飘而出，飞快一转后，就在其身前虚空中形成一篇密密麻麻的经文。这些经文若隐若现，并在闪动中长缩不定，仿佛具有几分的灵性，赫然是仙界特有的经传文。韩立双目微眯，看了此经文一会儿后，才眉头一皱地摇了摇头。虽然这些经传文他大都认识，但是组成一起画却异常的晦涩难懂，估计真要参悟透彻，绝不是短时间内能办到的事情。韩立心中这般想着，手指再一点玉简，噗的一声，空中金色经文一个模糊的凭空消散了。韩立想了一想后，再单手一翻转，另外一块赤红玉简在手中浮现而出，用手指抚摸此玉简两下，其面上却露出一丝欣喜。这块玉简正是当日他在天鼎宫中从天鼎真人衣钵重宝中得到之物。他简原本只想复制一下里面记录的法诀，结果却在冰魄感激其相助取宝之下，直接将此玉简相赠给他。玉简中同样记载了一篇高深法诀，却是天鼎真人当年得到的那门提炼雷之力的秘术。韩立本身就拥有辟邪神雷这等最顶阶的雷之力神通，此门法诀对其来说算是正好适用。而相比元罡罩这门仙术，此法诀的参悟却要简单的多了。韩立将玉简往额头上一放，就开始像以前那般静静参悟出来。前面1年多时间，他已经将这门法诀悟出了大半，估计再花半年时间就能将此门功法领悟透彻，到时就可开始提炼辟邪神雷了。韩立心中这般想着，神念往玉简中凝神扫去，同时双目徐徐合上，开始继续参悟起来。黑色巨舟则向某个预定好的方向一路飞驰而去。同一时间，巨湖底部的大殿内，碧影坐在椅上，神色沉凝，似在思量要事。面前站着4名服饰各异的商盟长老，文兴凤亦在其中。文兴凤缓缓提及血骨门等宗门动作迅速，竟已锁定了那名凶魔的行踪。碧影神色不变地回应道：“据他所知，以血骨门为首的几大宗门集结了12名大成存在，计划在凶魔前行之路上布下困魔大阵，再诱其入阵，合力绞杀。而对方竟特意送来请帖，邀他前往观礼此次降魔之战。同时受邀的还有洛天谷的何大先生与万古山的凌云夫人。”一旁绿袍老者冷哼一声，认为这些血道大宗向来忌惮商盟，此举多半是想借机展现实力，否则既有军长老前往，又何必再邀碧影亲至？文兴凤微蹙黛眉，指出血骨门等终究是此大陆名义上的最大势力，商盟不便直接回绝，随即询问洛天谷与万古山如何应对。绿袍老者当即答道：“据探得的消息，何大先生与凌云夫人均已应允前往。”碧影沉吟片刻，终是抬手一拍一柄，决定动身。他言道：“既然那2人都已答应，自己若回绝，恐损及商盟颜面。况且他对此前血祭无数生灵的凶魔究竟有何等手段，也存有几分好奇，遂吩咐安排传送法阵，几日后便出发一关。”文兴凤点头称是，又凝重提醒碧影务必多加小心。碧影微微一笑，宽慰众人，称自己为强者之战准备的数样保命手段均未动用，即便在那边遭遇再大危险，脱身也绰绰有余。听他如此一说，文兴凤等人才放下心来。随后碧影又与几位长老商讨了小世界资源的利用事宜，待众人先后告退，大殿中仅剩碧影一人独坐。此时老者面上笑意尽敛，神色逐渐阴晴不定。他扬手望向虚空，喃喃低语，提及天机岁祭现，大劫理应不远。原以为此劫必与阴司十王相关，但自己已从强者之战中全身而退，是大劫尚未降临，还是先前的谨慎之举已将此劫无形化解？话音落下，他又陷入长久的沉吟之中。半个月后，韩立就出现在一片乱石堆中，并看着一群傀儡正在小心地清理着一座被深埋地下的破旧祭坛。同一时间，碧影带着数名商盟卫士也已经出现在血天大陆另一端的某座巨大城池中。而离此城不远的一片山脉中，六翼和冰魄躲藏在一座小山的山腹中，正面面相对地盘坐在2块蒲团上，在打坐恢复着元气。其中六翼每隔一段时间就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瓶，往口中滴入一滴不知名的灵液，然后闭上双目，静静地炼化药力着。二者虽然看似全都完好无损，但脸上的疲惫之色，任谁都能一眼看得出来。这也难怪二人这般表情，任谁被一名强大到根本无法抵挡大敌一连追逐如此长时间，无论真元和精神上，恐怕都会变得这般大感吃不消的。冰魄忽然睁开美目，问六翼这般下去还能坚持多久？六翼恨恨地睁开双目，称自己也没料到一名真仙会像疯狗般紧追不放，但让冰魄放心，在灵液耗尽前，对方奈何不了他们。冰凤冷哼了一声，认为这全因六翼先前言语刺激过甚，令对方对其恨之入骨，才会如此穷追不舍。
六义则冷声反驳，若非自己先用言语搅乱对方心神，一开始根本无暇施展秘术拉开距离，若真不行，便只有离开此大陆返回丰原，不信对方会一直追到其他大陆。冰凤闻言美目一亮，觉得离开血天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对方身为真仙降临此界，必有要事在身，一旦逃回丰原，对方有所顾忌之下，或许便不会死追。六义阴沉点头，称若真如此，自然最好。于是二人在山腹中歇息大半日后，不敢久留，化为两道惊鸿冲出小山，继续逃亡。然而这次遁光刚在空中盘旋，四周便波动一起，四道淡淡人影一闪浮现，散发出的气息恐怖之极。六义二人一惊，当即敛去遁光现身，警惕打量这4名服饰各异、两男两女的大成修士。六义双目微眯，喝问对方是否特意冲自己而来。一名身穿血红长袍的青面男子带着一丝诡异之色回应，确认是为六义而来。六义神色微动，冷冷道：“自己并未在血天得罪过哪位同阶道友。”青面男子似笑非笑的解释，并非寻衅，而是想请六义帮一个小忙。六义本就因被追杀，憋了一肚子闷气，见这4名血天大成来者不善，心中暴虐之气再难压抑，凶光一闪，厉声反问：“难道有这般请人帮忙的？若自己不答应，又将如何？”他心中已打算，若对方不能给出满意答复，便即刻暴起出手。以他的遁术，即便不敌4人联手，待冰凤脱身也轻而易举。青面男子神色丝毫不变，反而胸有成竹地反问六义是否正被人追杀，并称其所请之事不仅对己方大有好处，亦是在帮六义自己一个大忙。六义心中一凛，脸上狰狞之色顿时消散，追问此话何意。青面男子淡淡答道：“很简单，只需六义将追杀之人引至一处特殊之地，一旦对方追入，便是有来无回，此乃两利之事。”六义真的大吃一惊，问对方是否想设伏。青面男子坦然承认，但强调此事需六义二人配合方能完成。一旁的冰凤听到这些话语，惊讶万分。六义惊疑不定片刻，才冷笑问道：“可知追杀者是何来头？仅凭他们4人又如何成事？”青面男子面现傲然，反问：“谁说只有他们4人参与？”并扬言无论此人什么来历，既敢在血天做下血祭亿万生灵之事，哪怕真仙降世，此次也休想活着离开血天大陆。六义听罢，发出一阵大笑，当即一口答应下来。青面男子虽觉其反应略有些怪异，但既已应承，便不再多想，袖中飞出一块玉简，称其中记载了引凶魔前去的准确地点，只要将其引入，便是十死无生，相信六义不会令他们失望。六义恢复往常的镇定，接下玉简冷静回应，称就算为了自己性命着想，也不会办砸此事。青面男子点点头，抱拳预祝六义马到成功，随即与其余3人如出现时一般波动一起，消失不见。六义静静留在原处，面现思量之色。冰凤默然问他是否真打算去做诱饵。六义缓缓答道：“只要能除去这心腹大患，当一次诱饵又何妨？总比冒险逃回丰原更靠谱些。”冰凤却疑虑重重，提醒对方曾亲眼见过那疯子一口气斩杀3名大成，凭这些大成，真能绞杀一名仙界疯子。六义嘴角泛起讥笑，称对方既敢放话，哪怕是真仙将士，也别想活着离开，想必准备了不少后手，只是万万没料到要对付的竟真是一名真仙。这样也好，敢拿自己当诱饵，便让他们斗个两败俱伤。冰凤仍顾虑，若那仙界疯子冲出埋伏，一旦明白是圈套，大怒之下恐不再如现在这般猫戏老鼠。若全力以赴，二人处境将比现在糟糕得多。六义称自己也想过此事，就算对方是真仙，也是被封印了大半力量的真仙，在如此多大成出其不意的暗算下，即便能杀出重围，也必元气大伤，光是休养便不知需耗费多久，哪还能顾及追杀他们？所以说，此次有心算无心，正是摆脱追杀的绝佳良机，值得冒些风险一试。这一次，冰凤似乎被彻底说服，思量片刻后，终于点头。六义遂将玉简往额头一贴，神念探入其中。片刻后，他收起玉简，毫不犹豫道：“已知道地点。想来那仙界疯子也快追到这里。”随即率先腾空而起，化为一道长虹破空而去。冰凤叹了一口气后，就地一滚后，直接化为一头金银冰凤的尾随而去。在不知多远的高空中，一位看似瘦弱的黑袍青年正不紧不慢地驾驭一朵艳丽云团，向同一方向飞来。同一时间，站在祭坛前刚刚施法完毕的韩立一下惊喜异常地睁开了双目。找到了，此祭坛显示了小灵界的入口坐标所在。韩前辈，此事当真？旁边配合施法的朱果闻言，顿时精神大振起来。不错，不枉我花费了如此长时间，总算没有白忙碌一场。韩立面带笑容的回道，说中法诀一散，在祭坛上空原本漂浮的圆盘状巨大光幕，顿时一闪的凭空溃散了。韩前辈，既然知道了入口所在，我们可要现在就赶过去？朱果儿兴奋地问道。别慌，按照雪天地图显示，小灵天的入口已经不在雪天上了，而是在离大陆颇远的一海底深处。韩立回忆了一下整个血天大陆的地图，再对比一下新得到的坐标位置，眉头一皱地说道：“什么？在海底深处？”
这入口恐怕不太好寻找吧？朱果听到这话，顿时一呆了。放心，对此种情形我原本有所预料过的。花石，到时候你要多出下力了。韩立微微一笑，转手冲旁边束手而立的花石老祖一声吩咐：“韩师放心，水中世界对弟子来说犹如陆地一般，寻找入口的事情就交给弟子来办了。”花石老祖恭恭敬敬地回道。韩立听了，满意的点点头，当即体表霞光一卷，就带着其他2人冲天起，几个闪动后就站到了巨舟之上。片刻后，黑色巨舟微微一顿，就在一声嗡鸣中激射而走。